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7月6号，防务世界网站报道称，2021年底，巴基斯坦将从中国接收36架成飞公司制造的歼10C 多用途战斗机。据报道，巴基斯坦战略与国际事务研究所在推特上发布消息称，巴基斯坦将在2021年底从中国获得36架歼10C 战斗机。当然，这个消息没有得到中方或者是巴基斯坦国防部的证实。最终，这个消息是真是假，什么时候能够落实，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因为在2020年的时候呢，就有消息透露说呢，巴基斯坦的一些高级官员和中国已经就采购霹雳10和霹雳15导弹以及歼10喷气式战斗机呢进行过相应谈判，但最终没有任何消息透露说这个谈判或者是这个购买先进导弹和战斗机的谈判呢有实质性的结果。那么现在的消息呢又传出来了，那么这次是否真的实锤了？巴基斯坦将引进36架歼10C，这个呢可能是咱们很多网友观众呢非常关注的，因为我们知道印度空军花了几十亿美元从法国购进了最新型的36架阵风战斗机。这36架阵风战斗机可以说寄托着印度空军的希望。他们认为呢，阵风一到位，他们就可以碾压南亚各国的空军，甚至呢完全可以和中国空军的先进战斗机相抗衡。比如说歼16、歼20。现在已经有10几架阵风战斗机飞抵印度，目前呢，印度空军正在做适应性的训练和相应的维修保障。要想形成战斗力，还要过一段时间，还有可能。那么阵风是否能对中国的先进战机构成压力，甚至呢能够和中国空军的先进战机相抗衡，这个我们姑且不论。但是它确实是对巴基斯坦空军构成了相当大的压力。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巴基斯坦所配备的航空兵装备基本上都以轻型和中型战斗机为主。那么它的中型战斗机呢，主要还是早期引进的 F-16AB 和后来购买的部分 F-16CD 战斗机组成。这些战斗机虽然比较先进，但是早期型的 F-16AB 只能够携带近距格斗导弹，执行一些空中格斗任务，不具备中距空战能力。后期的改进型 F-16CD 呢，当然是可以挂载中距空导弹和近距格斗导弹的了，作战能力呢有所提升，但是数量很少。它目前的主力战斗机，除此之外呢，它有一些幻影3这些2代的采用三角形机翼的喷气式战斗机，技术呢应该说已经过时了。目前而言，巴基斯坦空军它的主力战机呢，就是和中国联合开发的枭龙系列战机。那么枭龙战斗机呢，自从列装巴基斯坦空军之后呢，已经进行过多次改进改型，从 Block 1发展到 Block 2，现在呢又很快将生产 Block 3。在此期间，还搞了一款双座型的枭龙战斗机，他们的装备数量越来越多，技术水平不断提升，武器装备呢也在不断的改进。过去携带的中距弹和现在它能携带的中远距的空导弹相比呢，应该说现在的能力要有所提升，而且近距格斗弹也从霹雳5系列改成了霹雳10系列，综合作战能力无论是远攻还是近打都有很大幅度的改善。那么它和法国最新引进的阵风是否能够抗衡，这个呢可以说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说法。因为枭龙战斗机到底属于轻型战斗机，而法国的阵风战斗机呢，它属于中型战斗机。战斗机个头越大，在某些方面它占的便宜就更多，比如说飞行员的重量、座椅的重量、仪表、座舱各种各样的综合显示系统和电气系统，它们的重量基本上比例是不变的，因此它的翼载荷相对来讲可以做的比较小一点，机动性呢就有可以改善。这两款战机，一个采用压式系统布局，一个采用后尾式系统布局，都属于第3代战斗机所常用的系统布局，都可以利用托体漩涡给机翼增声，来改善它的机动能力和起降性能。理论上讲差不太多，但是
大和小之比，应该说还是有差别的。你像米格29和数量7，气动外形差不多，但是综合作战能力，显然个头大的数量7远远超过米格29。因此，在这个战斗机这个领域呢，阵风在某些方面是占有一定优势的。当然，枭龙经过改进改型以后，依然能够和印度最先进的阵风战机呢，相抗衡。这里面呢，还要依托很多的因素，包括飞机的机动性、载弹量、作战半径以及飞行员的技术水平、空中所采取的战术。当然，还要依托指挥控制飞机，特别是预警机等等。那么，如果巴基斯坦引进了中国的歼10C 这款先进的中型战斗机，那么它的机载设备、武器系统、机动能力以及作战半径，应该说和阵风就基本上差不太多。某些方面，歼10C 可能还更好一点，比如说在雷达反射截面方面，歼10C 这种3代半的半隐身战斗机，在迎头作战这个方面呢，可能就会占有一定的优势。正是因为歼10C 在很多方面综合作战能力超过枭龙，因此呢，它还是受到了巴基斯坦空军的关注。但关键在哪儿呢？歼10C 的造价比较高，它要比枭龙战机要贵不少。那么巴基斯坦空军有没有这笔经费来引进歼10C，这是他首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因为仅仅依托枭龙的改进型，它基本上还是能够和印度空军抗衡的，只不过现在是数量少一点。那么如果有了歼10C 的加入，那当然它的作战能力就会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因此，引进一款战机，它的考虑是方方面面的，政治的因素、经济的因素、军事的因素都要综合考虑，最终呢才能够确定立刻引进还是暂缓引进。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